藏不住滚烫的灵魂。我多想抱紧你，把你的恐惧化作信息，不再计较这世界公平不公平，像跟小孩一样干净。我跟着你细数爱的痕迹，每个生命该爱的用力，请让我抱紧你，去爱的彼岸，没有人学习。白老师啊，白老师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哦，没事儿。白老师啊，你怎么知道那封信没用呢？你小两口和好了。想要当一个好医生，你的眼睛里不仅要看到病，还得看到人。这半天你就没看到那个小姑娘看到小伙子的眼神啊？他是会因为一个肺炎克雷伯爵就不爱他了吗？哎，这不是肖医生说的话吗？哦，怪不得肖医生一番话就把那个孙志给劝住了。行啊，白哲，和萧燕越来越合拍了啊。羡慕啊？喂，今天下午我在你们网站买了一双鞋，怎么还不发货啊？你们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，下单之后2个小时肯定会发货。现在已经离下单快10个小时了，你们再不发的话，我直接去投诉了啊，去工商局的网站投诉你们。行，我等着你们。这么没有诚信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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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先住先住，马上到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哎呀，哎，小心小心，转弯了，小心点啊！患者28岁，怀孕32周，吃饭的时候感觉腹痛。哎呀，你们快看看啊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千万别让他们母子出什么意外呀！您是哪儿疼？这里的，这里确认吗？怀疑是急性阑尾炎，要做一个血常规，还有 B 超检查。不能做，我们要做 B 超确诊。做 B 超有辐射，会影响他们母子俩呀。对，不能做。 B 超是没有辐射的。你糊弄谁呀？做 B 超在肚子上划来划去、照来照去的，怎么可能没辐射的呢？妈，B 超真没辐射，你不是也知道吗？你快跟妈说呀！哦，对，马医生说的没错，B 超没辐射啊。真没有啊？对，真没有。哎呦，都是外国名，我们普通老百姓哪弄得清楚啊？行了，现在您放心了，就请家属到旁边的好吗？到外边去。好，来，家属请到外面。准备 B 超检查吧。哎，你们这是把他拖到哪去啊？患者得了急性化脓性阑尾炎，需要做手术。不行，不能手术。患者家属，您先听我说，因为他现在呢阑尾肿胀已经非常明显了，浆膜层高度充血，周围也有明显渗出，如果不尽快做手术的话，会容易穿孔的。一旦穿孔，大量的细菌会被腹膜还有肠系膜吸收，进入血液循环，造成败血症，局部可能造成肠坏死，还有肠梗阻，会危及生命，这很严重，所以必须要做手术。你吓唬谁呢啊？我年轻的时候也得过急性阑尾炎，我只吃了药，不是好好的活到现在吗？手术也是有风险的，要是出了意外，他们母子俩怎么办呢？要万一流产了，我不活了！你们好吗？怎么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？你们不要在这儿闹了，他现在病情非常危险，再耽误
他万一有个好歹，你们想过后果吗？我说你这小医生怎么说话的？你这个老太太怎么不讲道理呢？人命关天，你知不知道？妈，别，这位家属，有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？你又是谁呀你啊？哦，我是急诊科的主任陆平安。这位家属，有什么事儿说事儿，千万别动手啊！动手就犯法。主任，他不让患者手术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个 EICU 还有很多事儿，你赶紧去忙去吧，这我来处理啊。主任，去吧，快去吧。活该！这位家属啊，什么也别说了，抓紧换个治疗方案吧！啊，小金怎么了？把我儿媳妇推进去。医疗，哎呀，你别怎么了？肖医生，她怎么了？啊，怀孕了，急性化脓性阑尾炎。确诊了吗？那等什么？赶紧手术吧。你又是谁呀？妈，他是我家以前的邻居。邻居？你一个邻居，你跑这捣什么乱呢？阿姨，这样吧，那你先让小金手术，有什么话手术以后再说，好吧？问题就是家属现在不让做手术，说怕手术有风险。放心吧，现在医疗水平跟以前不一样，我们给很多孕妇做过手术，一定可以保母子平安。医疗水平再高，这开肠破肚，它总不是小事儿吧？不是这样的哈，你先冷静。你什么也别说，反正我们这个手术是不会同意做的。你赶快想别的方法吧。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给你们医院没完。你们说的没错，确实还有别的法子。既然这样，那手术先不做了吧。徐医生，护士长，我们先把小金推回去。总算有个会治病的了。哎，依然。主任，家属的意见咱们不能不考虑。叔叔阿姨，这个急性化脓性阑尾炎确实挺厉害的。这样，你们出去跟肖医生和陆主任再商量一下，看看怎么办。出去商量。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，空气不流通，对小金跟胎儿都不太好。你们出去找个宽敞的地方商量。我跟她老公在这儿没有问题。对，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商量商量吧。给我看好了啊！放心吧，妈。我看他们能说出什么话这边。阿姨年纪大了，思想传统了点。我爸妈也是为了他们好。你爱小金吗？当然了。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危害很大，你真的忍心看见他陷入危险吗？咱们家属再考虑考虑，好吧？这位领导，你就不要跟我费口舌了啊！你说来说去还是这几句话，反正啊，我是不会同意做手术的。我告诉你。哎，人呢？我儿媳妇呢？哎，人去哪了？啊！主任，患者家属是不是在外面闹起来了？那个老太太可不是个善茬。我知道，我不该瞒着你，擅自做决定，给科里添麻烦。你让我做完这台手术，回头该怎么处罚，我没有意见。什么话？老太太那边再闹出什么事儿来，有我在这儿顶着。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台手术做好了。手术如果真出什么岔子，我可饶不了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手术做好。他们母子俩没事吧？医生，我老婆没事吧？手术很成功，还好及时切除了阑尾。手术时阑尾明显化脓，随时可能穿孔，加重感染，影响胎儿。影响胎儿？那我大孙子怎么样啊？啊？刚才通过术中对胎儿的监测，胎儿的一切都很平稳，你们放心好了。我说你们这个医院呐，怎么全是这些没礼貌的医生啊？医生还有其他事情要做，这样我陪你们去 EICU 等患者，好吧？好，谢谢陆主任。哎呀，他怎么还不醒啊？
对身体不会有影响吧？啊？不行，我得找医生去。哎妈，医生刚才不都说了吗？小静一会儿就行了啊。妈，不着急啊，咱再等一会儿。小金怎么找了这么一家人？你们也很久没见了吧5年零3个月。以前我家和小金家是邻居，她是我们那片最安静、最善良的女孩。我一直觉得她会嫁一个特别好、特别优秀的男人，可没想到到头来却是这么一家人。你说，这算是天意弄人吗？他自己也是不得已吧？是啊，谁都有不得已，谁都有苦衷。白医生，你的快递。啊，谢了。买什么了？狗粮啊，要不然你离那么远就能闻着过来。你怎么可能送萧燕狗粮呢？我说你还有心情打我的茬啊？啊，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刚才那个急性化脓性阑尾炎的孕妇，你初恋吧？人都怀孕8个月了。哎，是不是刚才跑哪儿哭去了？这眼睛也没肿。哎，一边去。真急了？确实够刻骨铭心啊。我说搞不懂，她嫁那家人，她那老公还有她那公公婆婆，真的是我都服了。所以，后悔当时没求婚。是啊，后悔又有什么用呢？时光也不能倒流，抓住现在吧。加油！早上忙吗？嗯，还行。哎，你上次把脚磨了，没事吧？换了双鞋，已经没事了。哦。哦，我之前无意中和小光提过这个事儿，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上心，在网上给你买了双鞋，说是轻便透气，穿着也舒服，就让我给你拿来。这是小光送我的呀。啊，哎，可能是平时给零花钱给多了吧。买都买了，试一下吧。没事，试一下，看看合不合适。来，大叔，这小光又给肖医生送温暖呢。哦，小光用零花钱买的，那你们先忙。哇，小光这孩子真会挑牌子，这是经典款。真的假的？你还不信我？你看，这个比商场还便宜不少呢。小光这孩子是真靠谱。你傻呀？小光哪来的肖医生的鞋码？上回那经针你忘了？又是白医生假借小光名义送的。肯定是为了讨好我们肖医生呗。我说你们俩就别八卦了，不记得上次被教训了。我们这回可真不是八卦，这白竹的意图也太明显了。白医生吧，虽然表面高傲冷酷，但其实内心还是个暖男。你看他送这些，先生，干嘛去啊？查房。
那鞋怎么办？你赶紧放回去，人家肖医生还没说要呢。你就是对白医生有偏见。他这就是糖衣炮弹，你可别经不起诱惑。这鞋是真好。我听说你给萧燕送鞋，被昙花灵芝逮个正着。什么叫逮个正着啊？你搞得那么神神秘秘，我还以为你要送个什么东西，弄半天就一鞋。我特别想问你，是不是脑子抽筋了？你不知道送人鞋什么意思吗？送鞋怎么了？什么意思啊？送女人鞋就是让女人离开你，这女人穿上鞋就跑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给你的初恋女友没少送吧？攻击别人是心虚的表现，是不是后悔了你？我从来不会后悔。白医生坐这儿，肖医生在这儿。肖医生，对不起，我一不小心说漏嘴了，说你话。白竹就是白竹啊，谈个恋爱都能谈得全院轰动，吃个饭也能吃成食堂的焦点。别矜持，赶紧过去吧。你吃不吃饭了？你们吃吧。唯恐天下不乱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这是为了白医生和肖医生好。吃饭，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。大家开个玩笑嘛，吃饭吧。喂，吃饭。肖医生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，签个字。哎。有烦心事啊？是不是因为大家开你和白竹的玩笑了？其实大家没有恶意。我明白。哎，你看你啊，又漂亮，又有能力，而白竹呢，接触久了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她也是一个既有能力又善良的人。或许大家就是觉得，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会很完美吧。要是错过了，就太可惜了。你曾经错过了吗？算是吧。现在已经追悔莫及喽。体温38.9度。这几天吧，他一直说他有点发烧，哎，我太忙了，就没时间带他过来看，就给他抓点药吃了吃。他这2天一直跟我说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就真觉得他没事了，没想到今天烧得这么厉害。你是家属？啊，对，我是他哥哥。早知道会烧得这么厉害，我前2天就应该带他过来看看。这样，先给患者做一个血常规和生化。好。可我没事儿。还说没事儿？你都烧这么严重，你早点告诉我，你不就没事了吗？啊，我早点把你带过来，是不是？你至于烧成这样吗？喂，哎，君君生病了，我带他来医院看看。你先吃吧，啊，医生要给君君做检查，我先挂了啊，先这样。哥啊，是嫂子电话吧？你先回去吧。说什么呢？你病成这样，我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医院自己回去啊？嫂子会生气的。别说了，医生让你做检查呢，生什么气？哎，白医生，我有事跟你说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有啊。医生，快来看一下！你等我一下啊，快点，这边。医生，怎么回事？他喘不过气儿啊，心率升得很快，血氧量88%。左侧后吸引减弱，抽上机。好。推进去。对。
进去，来，没事啊，哥哥在呢。左侧胸腔有大量积液，胸腔壁是引流。我去准备。陈志，一会儿你来做。好。你也看见了，患者左侧胸腔有大量积液，他呼吸不好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积液导致的。但这个积液是怎么形成，现在还不清楚，需要做一个胸腔穿刺，把里边的水给排出来，然后拿去化验，才知道原因。这样我们也好对症治疗。就跟我签个字。好。志远不怕啊，哥哥马上回来啊。一会儿把胸水拿去做常规生化和培养，还有等患者一会儿稳定之后，引流到达800毫升的时候，关闭引流管。好。肖医生，刚才那个患者怎么样了？比较稳定。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呀？白竹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要学习半年吗？我成绩优异，提前完成了培训。再说了，我要是还不回来，让人把你给抢走了，我多不合算啊！这什么话？你们先忙，我去查房了。哎，肖医生，肖医生忙着呢，别打扰人家。我也忙着呢。啊，白竹，你真的是提前结束培训，不用再去了吗？当然不走了，我就要在同山医院好好守着我们家白竹，免得让人趁虚而入了。消息够灵通的呀，是不是听说了什么？我们家白竹这么优秀，我不耳聪目明一点不行啊！哎，那个萧燕跟我们家白竹到底有没有事儿啊？想听实话，不怕受打击。就算他俩真的是看对眼了，只要他们没有结婚，我就不会放弃的，我也不会受什么打击。只要你有这个心态，我就放心了。你快点说说，他俩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实话，白珠确实喜欢萧燕，而且不是一点点的喜欢。自从她收养小光以来，我很多年没看过她这样了。这就受不了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那个小眼到底对我们家白竹什么态度？我怎么听说人家对她不冷不热的？你这个情报就不太准确了。据我观察，小眼还是对白竹有那么一点点意思，但他却一直在明里暗里的拒绝白竹。这个原因我也搞不懂是因为什么。白竹这么优秀，她真把自己当仙女？你当自己家了你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心态不是给人当女朋友的心态，是给人当妈的心态。你别管我什么心态，只要白竹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现在可以100%的确定，你不是给人当女朋友，你是奔着亲妈去的。这样。别管我是亲妈还是亲女友，反正白竹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你现在各项指标呢都已经恢复正常，出院之后注意保暖，千万不要着凉。有什么问题随时回医院复查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哎，白老师，哎，君君的化验结果出来了。血常规白细胞13000，C 反应蛋白85，
胸水常规中蛋白和细胞数明显升高啊，看起来像是感染所致。医生，医生，快救人！医生，医生，快！这！医生，刚才还好好，突然之间就抽起来了。君君，患者无意识，全身抽搐，一直安定脊柱。好。怎么会突然发癫痫呢？去做一个头颅 CT。好，医生，我弟弟这是怎么了？等结果出来就知道了。所以手术之前要密切关注患者的血肿。我会的。小野，郑冉杰，我有话和小野说，你回避一下吧。我去看一下三床患者。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呗。我知道白珠喜欢你，你呢？你也喜欢他吗？不管你喜不喜欢他，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你，我喜欢他，我会和你公平竞争的。从 CT 上看啊，君君脑内有一个混合密度隐，看起来像是脓肿。脓肿？肿瘤吗？啊不，脓肿不是肿瘤。简单说，脑脓肿就是脑组织的化脓性感染，不是肿瘤，更不是癌。医生，你们说的这些都太专业了，我也不懂。那我弟弟这个到底严不严重吗？脑脓肿一般是由细菌或者真菌感染造成的。这个脓肿还没有成熟之前，我们建议保守治疗，让患者观察随访就可以。但这个脓肿不断在变化，或者变大，或者说是它变得更成熟了，它压迫到了脑组织，影响到了大脑功能，那我们就建议手术把它给拿掉。当然，这个手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。那君君这个需要手术吗？暂时还不需要，但我们得弄清楚他真正发病的原因，要不然以后很容易再次感染。他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特殊的地方啊？能接触到细菌、真菌或者寄生虫的？特殊的地方？他最近有没有去过人多的地方游泳，或者是吃了没有熟的肉？这个，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，这些情况我真的不是很清楚。那你也可以问问你们父母，打电话就问问吧。我父母去世了，君君现在跟我和我媳妇儿住在一起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我觉得还是去问一下君君吧，他的事情他自己肯定知道。我没游过泳。那你有没有吃过不干净的肉啊？没有，我都是吃我嫂子做的，不会不干净的。喂，我不是说了不回去吃了，你自己吃呀。那医生还在给君君做检查呢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能把君君一个人丢在这儿？我自己回去吧。小点声。不好意思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现在正看呢，先不跟你说了，挂了。哥，你别跟嫂子生气，你回去吧。你别管他。哥，哎，怎么了？你怎么牙疼啊？啊？来，张嘴，我看看。张大。口腔左后部有严重龋齿，牙龈表面有轻微磨损。那这么说，细菌可能通过龋齿进入血管，进而进入大脑，造成脑脓肿吧？这就能解释通了。我们在君君的胸水培养中发现了金黄色葡萄球菌，很有可能君君是因为龋齿感染，导致金葡菌入血，细菌顺着血流散播到了肺和脑，激发脓肿。医生叔叔，我这病会好吗？放心吧，会好的。我们会先给你用抗生素，但很有可能需要手术来排除脓肿里的脓水。行啊，那就手术吧。哥，我怕。没事，不怕啊，哥会陪着你的。啊，别怕。你要不出去写吧？好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，老是给我打电话，忙着呢。也不说了。你龋齿很严重，疼了很久了吧？其实也没多疼，我能忍着。你这还不疼啊？多少大人都疼得死去活来的。我要说疼，我哥肯定会带我来医院检查的。我哥和我嫂子老是因为我吵架，我不想再给我哥添麻烦了。你嫂子对你不好吗？我嫂子对我挺好的，她给我洗衣服、做饭，还给我零花钱。她就是脾气不好，我哥脾气也不好。我们老师说这叫针尖对麦芒。我能告诉你们一件事吗？替我保密。好，你说。其实我刚才撒了个谎，上个周末我和同学一起去学校附近的游泳馆游泳，刚才我哥在这儿，我不敢说，我怕他又怪嫂子没照顾好我。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我告诉你啊，大概率，
就是在游泳馆感染了细菌。你这个身体啊，很容易就被感染了，以后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。我不会再去了。下次不去哪儿了？啊，他说以后不吃甜食了。啊，牙都坏了，以后肯定不能吃甜食，知道吗？姐，刚才你嫂子说了，她给你炖了鸡汤，晚上就给我们送过来。哥，你替我谢谢嫂子。待会儿她来，你自己谢她。哎，陈医生，白医生嘱咐了，出院以后呢，给君君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除菌。放心吧，陈医生，刚才护士长也说了，我这不赶紧去买了衣物除菌液嘛，留着回家用。啊，记着啊，洗衣服之前啊，一定要泡15分钟。哎，放心吧，忘不了。肖医生、唐医生，您来了。医生来了。您这身体也恢复的不错呀，什么时候出院呀？是啊，都好的七七八八的，明天白天呢就要出院了。在出院之前，我特意来看看你们。您有心了。您这是？我觉得啊，你们这些小年轻医生啊，每天都顾着给别人看病，对自己的身体太不在意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过那几个药方，你可能当耳旁风了吧？我跟你说过几个药材啊，我让我老伴都带来了。一会儿我写个具体的用法。哎，唐医生，我说的这些药材的名称，你大概都记不得了吧？肖医生，你别笑，你身体虽然看上去比唐医生好，可是你们医生啊，经常值夜班，长久熬夜，这是提前透支健康，很容易肝火旺盛的，所以要吃一些降火的苦寒药，大黄、黄连、黄芩，哎，这3黄我都带来了。您的好意啊，我们心领了，但这药材我们真不能收。这些药用不了多少钱的，你们就收下吧。那我们也不能收，我们医院有规定，您这是让我们犯错误呢。这也犯错误啊？要不然这样吧，您今天说的呀，我们记住了。等回头我跟唐医生空下来，到您那儿去，让您给我们看看，好好调理调理。不过那时候啊，您可得把我们当成普通的病人一样，收我们钱。好，好，好。如果你们工作忙啊，没有时间包药，在我那儿我先给你们包好。您真有心了。您别光说我们啊，这刚做完微创，恢复的怎么样？得好好休息。你们还不放心吗？党参、甘草和黄芪，我老伴早就给我准备好了。您真棒。哎，不打扰你们工作了，我先回病房去了啊。哎，记得一会儿找我啊。记得呢。您自己能回去吧？能，你们忙，你们忙。老爷子身体真好。肖医生，你不会真去吧？为什么不去啊？你一个学西医的，又是从国外工作回来的，还相信中医这一套，你这个想法就得改改了啊！中医药学呢，本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实践下来的瑰宝，凝结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智慧。而且西医跟中医本来就不冲突啊！你看这个老爷子自己是学中医的，生了病来我们这儿做手术，回去再用他自己的那一套调理。我明白了。就像肖医生和白医生，你们一个坚持人学，一个坚持医学，但你们两个并不冲突。肖医生，你最近是不是和白医生闹矛盾了？你最近是不是很闲呀？就是，偏没事下头。但我最近就看着你有意无意躲着他。哎，说清楚啊！我可没有有意无意躲着白医生，而且我们两个呢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以后谁再说我们俩，把这套话送给他。然后你现在呢回去工作。听清楚没？就是普通工作关系。我不信。
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问咱们去哪儿？我去临奥路。师傅，麻烦你开快点好吗？师傅，师傅！白竹那种人，你就不能对他太含蓄，该闹就得闹。你这种人啊，我觉得就是太闲，应该让陆主任多帮你安排值几次夜班。哎，别呀！你看我脸上这痘，值夜班值的都严重了。你这个痘啊，是老天爷奖赏给你们这种职业女性的勋章，你应该珍惜。不过话说，今天晚上是挺闲的，都没……你忘了咱们值夜班的大忌了吗？请摩托车被撞，血压90/50，心率140。车祸，患者坐副驾驶，头部外伤，伤口下压爆炸。什么情况？骑摩托车被撞的，血压90/50，心率140。患者情况：车祸，患者坐在副驾驶，头部外伤，伤口下压爆炸，其他生命体征稳定。怎么了？快报警！他是死了。先抢救。患者情况：右前臂骨折，血压104/82。来，听我的，来，1、2、3。两侧呼吸正常。报警了吗？别让他逃跑了。已经通知警察了。我们需要你家属的联系方式。我是孤儿。朋友呢？我没有朋友。费用我会自己付的。忍一下啊。生理盐水，来，快。纱布。头上还有玻璃碴，送清创室处理一下吧。血压还在降，超声机。好。快。脾脏内有积液，腹腔内部有大量积液，血压还是很低，要不要做 CT？ 不行，现在情况不够稳定，需要马上手术。去联系一下胃肠外科曹主任，让手术室准备好，马上把病人送过去。联系血库，手术备血。好。这么说，他一直在跟踪你，你确定吗？我看得很清楚。他一直跟踪我上的那辆出租车，他肯定就是那个尾随袭击女性的色狼。怎么样了？我去查看了车祸发生之前附近街道的监控视频，确实有一名年轻男性一直尾随他，后来还骑着摩托跟着出租车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名犯罪分子。麻烦带我们去看一下那名男性患者。跟我来吧。好好休息。谢谢。这位就是骑摩托车的那名患者。怎么了？我们是团结路派出所的，这名患者是最近几起袭击女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，他大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这还不好说。患者脾脏破裂，虽然手术切除了，但大量出血导致低血容量休克。那个是他的手机吗？嗯。在他衣服里发现的。啊，我看看。
这不是刚才那个女孩吗？嗯。这样，你找个人看着她，醒了以后立刻告诉我。好。嗯，手机我们得带走。姑娘，这次我得给你好好道个歉啊！要不是我，也出不了车祸，你也不会在这里受罪了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们单位有保险的，你这里所有的费用我都赔给你。嗯，你也不是有意的。再说了，你自己也受伤了呀。哎呀，就是啊，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，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脚了。你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？没有啊。送女人学就是让女人离开你，这女人穿上鞋就跑了。道别在心里练几遍，省略了客套的寒暄，拥抱喂饱了想念。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？自己画的句点，自己花园，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。好人别哭，这一生没辜负。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。好人别哭，这一生没辜负。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